那就叫侮辱性极强嘛，是不是啊？关键人家正经啊，大汉朝后裔呀，对吧？景帝玄孙，中山靖王之后，这是真的。你这一说，人家一根儿刨了，把人这一支儿全骂了，哪能这样去啊？但是又不敢搭茬儿，暗气暗憋。都有看他这样儿，哎，不光诈称皇亲，而且你还诈冒军功，打黄巾军这点功劳也是假的，啊！此番朝廷杀太官吏，就是要清除尔等。明着告诉你，我这回来淘汰某些个官吏，就是你这样的。刘备就愣，哎，大人你住口，不让说话啊，你住口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晚上时间，回去你拉一个单子，啊，你在上面给我写清楚了，这4个月之内，你在安喜县接受了多少贿赂，金银多少，器皿多少，文玩字画多少。拉一个单子来，明天把这个单子给了我看一看，咱们再做定夺。这就是明抢啊！你还得承认你是贪污，你还得给我拉一单子，然后我明天按着单子找你要东西。明抢明夺吗？啊，大人去吧，去。打这出来。那么大的英雄啊，就这火在心里边窝着。看，说理上哪儿说理去？你跟他有什么理可说？有打这儿出来，回衙门，坐着自个儿这屋里边啊，心口这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呀。哎，自己叹了一声：“大汉天下。”你要这样看，这个江山保不住啊！朝廷的官员下来之后，明抢明夺，他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？正生气呢，这儿一开门进了一人，师爷王震，就是前文书咱们表过，人很善良的那个师爷进来了啊！因为知道刘备是刚从督邮那儿回来，赶紧追进来问：“大人，您刚才去见督邮大人了？”啊，见了。哦，怎么样？哎，坐着。哦，谢大人。怎么样？他让我拉一单子，问我这4个月来贪赃卖法有多少钱，有多少东西，明天找我要。师爷，您是知，哎，大人您不用说，我太知道了。我在这儿安喜县，我伺候了多少位县太爷，我不是捧您，您是这份儿。清似水，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照万盏明灯，亮如薄昼一般。天下要都是您这样的父母官，那老百姓就享福了。我知道，他这个就是讹诈于您，您没有啊？百姓们都说秋毫无犯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秋毫无犯不秋毫无犯的倒不重要。这明天这怎么交差呢？你没看刚才他那个状态？我问了，他这一路上啊，可是发了财了。无论到哪儿去，谁都为了保住自己这官儿啊，都怕他说什么。所以说您，哎，这个按说我不该说啊，大人，您不行也得运动运动，运动运动，就您得花钱。啊！刘备叹口气：“你说我拿什么运动啊？包括你说他来住这行辕，你都知道
咱没有那么些富裕钱呢。再一个，我这样你也清楚，我哪有闲钱打点他？又何况你看他这状态，不是仨瓜俩枣就能了事儿的呀。人是憋着发财来，你不是来2根黄瓜他走了呀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弄？大人您别着急啊，咱们想想办法。刚说到这儿，有打外边又来人了，进从，就是这儿贴身的工作人员啊，进从来了就跟师爷说：“师爷，都邮大人请您呢。”你看了吗？刚才找刘备叫他进来，到师爷这儿不一样了，请您呢。哦，好，大人我先去。哦，好，你先去，回来咱们再说。好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这个师爷人特别的好，由打这儿出来，急急忙忙去见都邮。到这儿进屋一瞧，都邮坐在那儿正喝茶呢，撇着嘴啊，这嘴咧得跟8万似的啊，坐在这儿。师爷赶紧进来啊，一躬到地，下吏参见大人。哦，哈哈，乐了。你看他跟刘备没有啊？他这儿乐了。哎，把茶杯撂下，站起身来，还搀了一下。哈哈哈！免礼免礼！哈哈哈！感情他会乐啊！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他转变得很巧妙啊！坐。刘备来的时候都没让座，坐。这儿有椅子。哎呦，不敢！哎呀，什么敢不敢的啊？有座当坐，坐下好来叙话。是，谢大人，快坐。坐这儿了。坐这儿也不能大模大样的，这是有身份、有尺寸的地方啊！这样不行啊！其实呢，就是就和这椅子边儿啊，欠着身子，半拉屁股担在这椅子这儿啊，这儿往前看着老大人，就是人家一张嘴，赶紧就得起来啊！这是做下属官吏的规矩，就这儿。不，坐，不用起来。安喜县待了几年了呀？跟您回，哇，待了五年多了啊，将近6年了吧？这是安喜县的老红人了。不敢，在这儿伺候好几位太爷高升了。哦，现在跟着刘大人在一起。是。哎呀，这个玄德公刘大人，这是我也没想到啊，这个让我真是发自肺腑的佩服，为人忠厚啊，善良正直。行了，别说这没用。都邮坐在这儿，这是那师爷，你帮我一忙，找张纸写一下啊。刘备刘玄德贪污了多少钱，金子多少，银子多少啊？什么叫古玩字画了？你都给我拉一单子。这个话一说出来，师爷就明白了，这不就是害人吗？要换一个别的师爷，可能就听话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有没有交情？这是上司让我这么写的，写完之后大不了把你弄走啊，下边再来老爷我还接着伺候，我犯不上。这个师爷真好，站起来了，一躬到地。大人，此言差矣。都邮啊，端着水正要喝呢，差点把茶杯淹了。此言差矣，你说的不对啊！把杯撂下了，喝茶。这我哪儿错了？玄德公到安喜县以来，现如今我们这个小地方夜不闭户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
此皆玄德公之功也。打人家来了，我们这儿连小偷都没有了，开着门睡觉不丢东西，谁的能耐？刘玄德。哎，所以说大人，您让我构陷玄德公，万难从命。这叫什么呀？各位，这叫骨气呀！不是每个人处在这个状态下都敢说这话。好多人，你看他挺横，村长一来，当时就跪下。啊，可不就是吗？啊，这话说完之后，督邮这脸上这色儿可就变了。没想到，啊，这连个品级都没有，他是个师爷，啊，而且这个师爷这种身份呢，在这会儿啊，其实还属于是县衙里边的小吏，其实还算是公务员。虽然说他身份低，你要到了后期，你到了什么，到了明朝，到什么之后，师爷根本就是县太爷的私人物品。您记住了啊，衙门里边好像有一师爷站在老爷跟前，包括您看电视剧，县官这儿审案，这儿做一师爷写字儿，这师爷是县官开工资，是他带来的，不在编制里边啊，可以雇仨，可以雇5个，只要你给老钱。这些个人为什么带人来呢？帮着挣钱呢。你过去咱说有的时候老爷一上任一来7、8个人，啊，之前县衙门里不管是班头了、衙役了、差人了，全走，人家有自己的一整套人马，来了各个部门都得是我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拿这个做官当生意干。那会儿到后来到清朝，有的时候有捐班，捐班是买官啊，啊，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县的县太爷或者哪个府的知府，只要钱够了，运动足了，这就行了。我凑不齐这么些钱，咱们哥几个一块儿吧，大伙儿凑钱买这一个官，买完之后咱们分，我是县官，你是师爷，你负责刑房，你负责什么？你负责，咱们一块儿上任去。他能不贪吗？他做的是生意呀。到那儿之后，赶紧3下5除2，把这买卖安排一下，打老百姓身上弄钱。也许这儿回去就不干了，也许接着投资再买一大官。他过去是这么干的，封建社会啊，但像这样的师爷太少了，有骨气啊，好啊，竟然在我面前大声咆哮，目无国家王法，这都是混蛋的话呀！怎么就目无国家王法了？你哪句说的是王法呀？你不是跟他说咱一块儿啊，帮我诈骗，我要勒索，要害人了，啊，不跟你干坏事叫目无王法啊？这岂有此理！来人呐！他自己啊带着2、3十人，其实来的时候呢，还有2、3十人是上一个县护送他来的。他这儿一进了行辕了，那些人就走了，所以现在院里边是他自己的心腹。这么几十个人啊，一说来人，啪，门一开，进来4个兵啊，大人，把此逆贼捆在明柱之上，被花50。逆贼，这是个造反的贼，人家不怎么就造反了，绑在明柱之上。他这个屋一出去，外边有柱子，廊檐下有柱子，绑在那柱子上，背花50，打后背打50下，啊，就打人的这个都这样啊，尤其老爷一吩咐了，狗仗人势，啊，这，你看他必须这样吗？烘托气氛呐，这跟大老爷升堂一样啊。老爷这一坐，两旁边衙役，哎，我打人犯呐！人犯一上来就害怕了啊，这是老爷的官威，所以这儿也一样啊，这都得这样，你别的不像话啊，押出去打，是的。不像话啊，不像话，把人往外一拖，那这会儿就不拿人当人了。啊，平时还行，您留神，哟，看台阶啊，慢点，这儿走，又滑。你到这会儿拿人当牲口了，愣往外就来，拽到院里去，先把这外衣给他脱了，
为什么呀？打后背。有人来到柱子这儿，面朝柱子，背花吗？打后背，因为这个他再混蛋，他也不能打脸，真打脸打坏了也不好说啊。把手啊搂着这柱子，打那边就先捆上了，哎，然后脖子这儿有这么一道，腰这儿有一道，腿底下有一道绳子，等于这个人跟柱子是抱在一起的，露出来后背。这儿就有人准备鞭子，这鞭子是什么呢？是牛皮跟鹿筋做的，裁好之后编小辫儿，牛皮裁成条，鹿筋弄好了编成小辫儿，啊，一说打人了，拎一桶凉水，把这鞭子往里一泡。为什么呀？打起来又狠又损，啊，坏呀！啊，这儿弄好了，这几个大个儿撸胳膊挽袖子，破，啊，把这鞭子拿出来，就这么一捋，抡起来，啪，从右往左先来一下，紧跟着从左往右，啪，又来一下，就这2下，后背上这肉就翻出来了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十字培红，可不吗？后背十字培红嘛，啊，啪啪，肉就翻出来了。你别看十字培红肉翻出来了，这还算好的。有那个蔫坏损的，打完之后这肉不翻出来，那就坏了，那容易死人啊！你翻出来，好歹你这是外伤啊，就怕闷在里头，那个人就离死不远了。简短截说吧，吵起来啊，噼啪噼啪，疼吗？能不疼吗？他也不是个武行啊，他是个念书人呐，40来岁哪受得了啊？哎呦，疼的都不行了。这帮人是连打带骂啊。他这个刑园呐，他不是衙门口的大堂，实际上是安喜县县衙旁边的一个跨院。这个跨院呢，它也有门啊，这个门是开着的。这外边有老百姓，咱们前文书可介绍过，这个师爷跟这儿待了年头不短了，好几个县太爷都是他伺候走的。通过咱们这段时间对他的描述，你也知道这是个好人，他而且是本县的人，所以说呢，大伙儿对他都熟。就有那门口一过，哎呦喂，他看见了，老王在这儿挨打了。哟，王先生、王师爷怎么不知道？啊，开始1、2个站在门口看，越聚人越多，大伙儿瞧不下去了，咱们得救他。这个人缘就在这儿，是吧？你要是一天到晚的勒索老百姓那个，你挨打，大伙儿得叫好啊，得搬凳子坐那儿喝茶水嗑瓜子儿啊，也太遭恨了。今儿一瞧，这可不行。到最后，就这帮人，咱们进去吧，要往里边冲，啊，往里边冲。这人院里还有人呢，人家20、30个兵呢，弄老百姓不假的一样吗？出去！也举着鞭子，有拿着棍子的。这老百姓呢往前跑的，哟呵，脑袋也破了，身上也挨了几下，冲了2回不敢冲，聚在门外边看着哭。一个是心疼师爷，一个是自个儿也疼。啊，这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个老天爷呀，还有王法没有？谁救救啊？这会儿功夫，就听着路西那儿马挂銮铃，哗哗哗哗哗，马来了。大伙儿一回头，救命星啊！您可来了。谁呀？张三爷，他得来，他不来这就打死了。那是得来，该他出场了，啊！骑着这匹踏雪乌骓，由打那边就过来了啊！这1天半的，这心里边恨的就不行了，啊！也不知道上哪儿啊撒着点邪火去，啊！老磨子这事儿，这不行，这小子不像话啊！这不尊重我大哥啊！反怎么办呢？骑着马出去兜了一圈，啊！兜了一圈，解解心腻。稍微好点了，往回一走，就瞧见那儿围着一帮人，说话到跟前了。怎么了？哎，
怎么脑袋还破了？哎呦喂，三爷好，您可来了啊！这个不知为什么督邮啊，都打人来着，他打这个王师爷的好人，已经打了都不行了。您快看看在那儿了啊！一听督邮俩字儿，张三爷兴奋了啊！怎么呢？可有机会了！一甩蹬，又打马上下来。分开众人，你们闪得开了！推开人，往院里就闯。院里的兵管你是谁，他出去，手里拿着鞭子、拿棍的过来啊，往上就打。他们狗仗人势行，但真按能耐，打不过张飞呀！啊，这一抬手扒了一个，一抬脚扁踹卧牛腿，螳螂踹那儿去了，3步2步就到了跟前儿了。剩下这几个，这可不成，这他要干嘛啊？等他明白过味儿来，三爷进屋了，一进门，正看见督邮。督邮呢，刚才端着杯喝水啊，这会儿刚把杯撂下，听院里乱，也是倒霉催的，要往外探头，就这一股子黑风啊，张飞就进来了。站在跟前，没等看明白是谁，张飞这巴掌伸出来跟蒲扇似的，抡完了，啪，正打在脸上。督邮原地转了3圈，往后一倒，啪就挂墙上了。督邮心说呀，这墙上终于是有了名人字画了。啊！缓了缓神儿，你怎么牙掉了？你打的是我呀？打傻了，可不是你呗！三爷到跟前一抬手，啪，先把头上这帽子给他打掉了。各位，从这儿开始，张三爷就犯了国家的王法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朝廷的官员呐。你把他这帽子打掉了，你就已经犯了法了啊！但这会儿顾不过来了啊，帽子打掉，拿手一薅这发髻，那会儿人不是头发包起来吗？哎，一薅这发髻，往外就走。你要说揽着胳膊，你给我出来，他可能这样，唯独揽头发，你别这啊，疼啊！一人就领出来了，打里边往外一拽。外边还有兵丁呢，拿着家伙，嗨！可是谁敢上前呢？神鬼怕恶的呀！再一瞧，好，这黑爷眼珠子通红，要吃人呢。这手抓着自个儿的大人啊，他不知道要干嘛呀。我还上废话啊，看着就行啊，谁也不能为他去玩命去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张三爷抓着督邮。打这院里边出去了，就到这行辕的门外，跨院的门口，门口都是老百姓。我说这，大伙儿都爱看啊！你看打谁，大伙儿都爱看，热闹吗？啊，到了门口了啊！张三爷一伸手，把这督邮身上他系着丝绦呢，哎，把丝绦解下来，啪啪啪2扣，他这门口这儿有拴马的桩子啊。就把人在桩子上捆好了。这地上啊，也不知道谁呀，有一筐柳条。这柳条呢，就是刚才老百姓们可能是谁呀，捡来的或者打算烧柴火用的，正好就在这儿。三爷乐了，嘿，就是他了，一把就抄起来了。你叫督邮？哎，是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你找我大哥要金子了，这没给啊！我给你，我这儿有柳条金。柳条金呐，来吧！啪啪啪，打了多卖力气咱不好说啊，反正这一筐柳条全抽折了。那些个兵也不敢过来呀，就在那儿看着啊。老百姓叫好啊，打了督邮啊，
兔崽子味儿的。哎呦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衙门那边，玄德来了，打起来了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刘备带着关羽急匆匆就过来了。三弟，你住手！看见了，你住手！哎，这说什么呀？张飞把手里柳条啪一扔，大哥，似这样的害民贼，你留他作甚？这刘备这心里边很复杂，为什么呢？之前想的是匡扶汉室，我是国家正式在编的县太爷，我要在这儿好好的工作。但现在这个状态，这事儿怎么圆？如果到上司那儿讲理，我讲不出理去，他说了算呢。我就愣了。关二爷关羽过来了，大哥，荆棘丛中起安鸾凤。荆棘树枝上都是刺儿，这样的地上，这样的植物，它能落凤凰吗？啊，什么好鸟能在这地儿待着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刘玄德叹了口气呀，罢了，罢了，这也是我刘玄德命所该然。张四爷看了看，哥哥，杀了他吧。都有吓坏了！哎呀！几位爷，你可千万别去！哎呀，求求你们饶我一条狗命吧！啊！刘玄德叹了口气：“参官呐，参官，我有心杀了你啊，恐怕脏了安喜县。事到如今，说别的也没用。俺刘备空有一份报国之心，怎奈权臣当道？也罢。”二弟，取印信前来。县官不有个印吗？印信前来，就在后屋。关羽去就拿出来了。刘大爷接过来，给督邮挂到脖子上了。啊，将此印信退还朝廷。我弟兄三人从此要浪迹天涯。父老乡亲们，再会，再会。哥仨往外走，百姓们舍不得。但是也有那明白人，别拦着了，惹了大祸了，赶紧让他们走，还能活条命。哥仨留在这儿出事了。哎呦，刘大人，您一路好走啊！我们谢谢您呐，我们谢谢您。哥仨骑着马由打县衙往外就走。那么说，他这个行为叫什么？各位，裸辞。关张是连范哲都没有啊，哥仨去哪儿呢？对吧？你之前是安喜县县尉，现如今您仨人没有工作，待业青年，又何况你们惹了祸了，上司衙门派来的监察督邮让你们臭打一顿，这因为这个给你们拘留了也说得过去啊，对不对呀？怎么办呢？哥仨骑在马上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心里边郁郁不乐。哎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处处不留爷，老子穿棉裤啊！爱着棉裤什么事了啊？想办法吧，总得有地方去投奔。想来想去，刘皇叔一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二位贤弟，喊关张二将。大哥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也是我刘氏宗亲，此人姓刘，叫刘辉。咱们去投奔他，你二人意下如何？全听大哥的。要投奔刘辉，那么说他这条道走对了吗？列位，太对了。他要是不投奔刘辉，《三国演义》到这儿就完了。啊，就收了。哎，正因为今天一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咱们有一条道，这条道到后来成就了刘玄德的一条政绩。哥仨去吧。
说书就这样，那一张嘴难表天下事，这哪说得过来呀？终归他哥仨赶路还需要点道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。这个朝里边啊，这会儿的皇上是哪位呢？是刘宏。听这个名字可能您很熟悉，因为后来铁道游击队有一位叫刘宏的啊，但这差着年头呢啊。这位英雄咱不提，咱得说这位皇上刘宏。咱们一说三国，老是桓灵二帝，桓是桓灵是灵，汉桓帝、汉灵帝，两位搁在一块儿，哎，这叫桓灵二帝。就跟宋朝一说徽钦二宗，哎，宋徽宗、宋钦宗，是这意思。因为这都是两位连在一块儿，很多故事呢是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，所以呢就容易并在一起来讲。桓灵二帝，这个桓帝已经去世了，他要不去世呢，这也不能上岗，就是因为啊，皇上死了，汉桓帝去世，那在朝里边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当时朝里边是窦太后专权，太后说这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呢，找谁当皇上呢？得在本家找，还得在咱们老刘家找。汉刘江山这个没有说上，你问问门口卖报的那个干不干？这不行，还得在自己家里找，找来找去，就发现了，哎，有这一个人合适，他的名字叫刘宏。说在哪儿呢？这个呀，好，汉室宗亲，在河间国。所谓的河间国，就是现在河北的深州。不知您哪位去过呀？出蜜桃，你听相声那个报菜名深州蜜桃，哎，就是这个，在深州。啊，说好，这个把他接来吧。不是说一上来就选了让他当，您想那个道理去吧，他且得挑了，权衡利弊，哪针儿离着近，谁跟谁什么关系，用他有什么后果，用那个怎么不好，这都杀了一遍，到最后就是他了吧，接来吧，当皇上了。多大呢？11岁。当然了，也有的书上记载是12岁，但这不重要，归了包堆儿是一孩子，11岁啊，在院里正撒尿和泥呢，来一帮人，陛下别尿了，走吧，接您上宫里尿去。有什么区别？那您走吧，那儿乐呵啊。为什么让一个11岁的孩子当皇上？各位，好控制啊，这好管呢，对吧？来了之后给他化好妆，穿好了，戴好了，往那一摆，他不要干嘛就干嘛呗，对吧？啊，合适。哎，他继了位了，就是灵帝。灵特别聪明那个灵，哎，可灵可灵的了，就是他。灵嘛，还真灵，确实是灵。尤其是逐渐长大之后，他在这个钱上边，他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你首先说他发明了很多别的皇上想不到的来财的道儿。你比如说这个提成，皇上，天下都是你的了，他要提成啊。举例子来说啊，盘国库吧。哎，国库里有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皇家也得有会计是吧？跟万岁您回，库里边有什么什么钱多少，什么什么钱多少，每一笔跟他说清楚了。好，这个抽50%，这个提30%，不，这天下都是您，别废话，赶紧啊，提成。你包括藩邦外国呀，各处进贡的什么，他也要提成。这个厉害啊，别人想不到。而且呢，经常没事就是这个宫殿得修理了，
皇城得重新修缮，啊，各省的官员，石头啊、木料啊、建筑的器材啊，来吧，往这儿运吧。让运就得运呢，地方官谁敢不遵呢？这东西来了之后，到这儿，皇上说了，质量不行。多少钱？这个我们比如说1万块钱，你这就值3毛。你看他给你定价，你这值3毛，对不对？哎，得了，给你3毛吧，啊，给你3毛，你回去吧。这个东西到他手里，他再告诉那个省的官员，这个15万的东西你要不要？他挣这差价，这生生是一个让皇上耽误的土财主啊！这天天就这出。到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。我这么大一皇上，我天天叨叨这沙石木料干工程了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好的商人一定要知道我的资源是什么，我的资源就是权力呀。我不卖官，我等个6啊！我好，这要了亲命了啊！那个对他来说，那不就是假的一样吗？就你在这儿，你从一个副队长熬成一个队长，熬3年。你对他来说顺手这么一说，来1万个总队长，那不假的一样吗？对吧？对他来说不叫钱那个，来卖，好家伙，明码标价。而且到后来呢，就是已经卖完的这些个官儿，他还得跟你商量，怎么商量呢？想不想继续做这个官？邓万岁，我想，好的啊，预支25年工资总额。你25年应该挣多少钱？你先拿来。损透了，这皇上得亏没说相声，我告诉你们，就这缺德主意都让他想透了，啊！天下做官的也净抖楞手啊！你要说那个贪官什么的还好一点，你赶上那个清廉一点的官，你根本就干不下去。就这么一个主，他可是发了财了。发财之后呢，他有朋友。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朝里这些个太监。咱们开书的时候曾经讲过，汉朝为什么最后瓦解兵消啊？很大的根源是由于十常侍作乱，10个大太监为首，祸国殃民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帮着皇上卖官啊，帮皇上挣钱都他们啊。为首的俩人啊，一叫张让，一叫赵忠。张让、赵忠是这帮人的头，皇上最爱这俩人啊。说这张让就是我爸爸，赵忠就是我妈。你看，不是我编的，各位，您翻翻《三国志》，您看看《三国演义》，连正史在野史专家考证、民间传说都承认这是真的啊。张让我父爷，赵忠如我母爷，这是皇上说的。皇上能这么说话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俩人，一是我爸，一是我妈。里边这个叫张让的这个最坏，要不他是爸爸呢？他最坏，哎，心狠手辣。你别看他是个太监，就历史记载，张让所干的那些个事儿罄竹难书。就说张让这个人祸国殃民，你说天天守着这么一帮人，那个皇上他能好得了吗？就这帮人把皇上团团围在中间，汉灵帝一门心思的就听他们的。有那么一天，汉灵帝说：“这个今儿天可不错呀，啊，天儿挺好的，哎呀，春暖花开了，哎呀，外边柳絮飞扬。”我看人们都戴上口罩了啊！这个我想到皇宫的顶楼上看一看风景，这个按说没有问题啊。你别说皇上了，街坊赵大爷啊，天儿不错，我上去瞧瞧，看看外边怎么样，这挺好啊。这句话说完之后，所有的宦官这脸啪嗒就掉下来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！为首这2位过来了，张让
赵忠啊，陛下，不能，您不能登楼远眺。为什么呀？皇上也很纳闷啊，贵为天子，天下都是我的，啊，这我怎么这不上个楼都不行吗？陛下，古人云天子不登高。啊，天子不登高啊，有这么句话吗？有，从正面来说，真有这么句话。天子不登高，皇上一登高，哎呀，这太好看了。明天这楼矮还得盖，越盖越高，劳民伤财，到最后民心向背，天下大乱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所以有这么句话说：天子不登高。但是时常是拦着不让他登高，那是另有原因。你说他富有四海，卖官挣多少钱？现如今说我上楼瞧瞧去，问，天子登高不好，不吉利，必须得这么说。那为什么说不让他登高呢？因为皇上如若到皇宫上边登高一望，他就得气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宦官都挣了很多钱，你上去一看，外边这些房，哪家都比皇宫修得好。他这个毛病在这儿呢，啊。您得这么想啊，那些沙石木料，皇上不能自个儿盯着去卖去吧？不得这帮太监帮你去吗？许你那样，就许人家这样，雁过拔毛啊，人人都得挣钱呢。所以当时这个十常侍为首的大太监、小太监，那个挣的钱都没数了，人人买房置地，家家修的比皇宫好。所以不能让你登高啊！你登高一瞧，我勒个去呀！最寒酸的是我，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位都拦着他，陛下不能登高。为什么不能登高呢？岂不闻古人云？他就拿古代的话打压你：天子登高对社稷不利，要骗人就往根上骗，他怕什么说什么，对吧？你看来一财迷，你得跟他说，你这样做会让你永远不能发财的。哎，他一听这，哎呀，我，对不对啊？你得来一财迷，你跟他说，你这样做，你永远拿不了相声大赛1等奖。你对他来说没有诱惑力，对皇上你就得这么骗他啊！天子登高对社稷不利。皇上一听，那可不行啊！有没有地下室？我待会儿啊。这个东西很奇怪，你不管是一个部落、一个公社、一个公司、一个相声团体，还是一帮人，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为首的人，在他的周边一定会有一层一层的人把他围起来，这帮人围着他各取所需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一定会拦着领导，不让他登高。不让你登高，就是不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就一直围着你，把你围死了之后，人家再去围另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啊！各位，您有做生意的，有在哪个单位里边当领导的，您仔细琢磨琢磨，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些，可能对您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一点启发啊。兼听则明。说这个事儿，就是告诉您各位，就这些个太监有多么的万恶。天天的皇上有的是钱，你说卖那么些个官儿，卖那么些个沙石木料的，他挣了钱干嘛呀？他得糟践。哎呀，您想得出来的法儿，他就想得出来，准比您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天天没别的事儿，你看有一段时间呢，
有几个小太监就琢磨，万岁爷最近精神状态不好，怎么能让他高兴呢？说怎么也不能让他高兴啊，他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了。不行，咱们得想办法。哎，看谁呀有主意。想来想去，真有一个小宦官聪明，我有办法了。他想了个道，什么呢？他发现皇宫里边什么都有，唯独缺少一样，驴。也对呀，皇宫里边弄驴干嘛呀？对吧？皇上要出门，他也得是马车呀。哎，这个新鲜，找了4条驴来，哎呀，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刷洗的很好，哎，喷上香水啊，弄到宫里来。万岁爷，您看这个，皇上乐坏了，好，这太棒了，这个高兴。那驴能干嘛？拉车呗，弄个小车，皇上坐好了，前面来一宦官，拿着小鞭子，嘚儿架，在皇宫里边跑驴车玩。跑着跑着，皇上腻了啊！来，我自己来，你下来。皇上坐前面，哎，嘚儿架，玩这驴车，高兴啊！实在是无聊。好，这一下不要紧的，民间这个驴涨价了啊！就这个玩意儿，老百姓也是，这驴多少钱？驴8块，现在呢？现在15。为什么？皇上都玩驴了，那驴还不得跟着涨价吗？啊！又没多久，又玩腻了。玩腻了之后呢，有几个小宦官，哎，找狗，哎，买了大狗，到最后给这狗啊捯饬好了，按照文臣武将那么捯饬，哎，帽子、朝服啊、玉带呀，做小号的呗，给狗穿好了。皇上登殿跟文武群臣说话，他们把狗轰上来了。金殿上狗跑上来，皇上乐坏了，哈，好狗官，这两旁这个大臣们气得都要吐血了，哪有这么骂人不吐脏字的去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朝纲日下，没法弄。但是有人敢说吗？没人敢说。你敢说，你那话也说不到皇上耳朵里边去，你说不到跟前儿啊。到后来，汉灵帝在西园这儿啊，建了这么1000多间房子，这就快学商纣王了。这1000多间房子干嘛用呢？就是吃喝玩乐用的。正当中弄的大池子，专门从南国弄来的这个荷花莲叶。它那个荷花啊叫叶书荷，就是每一个挺上嘛有这么4朵荷花。有多大呢？据史料记载啊，说它这荷花1丈多高，而且这个就这大荷花白天是闭着的，晚上打开。晚上这儿打开之后，带着这些个宫女啊、美人呐、娘娘啊、太太们啊，各种美丽的妇女们啊，跟皇上一块儿这儿吃着喝着，烤串喝酒划拳啊，高高兴兴。到后来光这么喝酒没意思了，皇上传圣旨，让这些个宫女们呢都光着膀子跟这儿，皇上也把背心也脱了，棉坎肩全脱了，啊，一块儿连喝带玩，荒淫无道。朝廷里如此，天下就乱套了。这个玩意儿你拦不住老百姓，啊，天下告急文书似雪片一样。今天这儿造反，明天那儿造反，但是皇上不知道，因为告急文书来了就扣下了，到不了皇上那儿，时常是瞧瞧啊，行，没事，搁那儿吧，就搁在那儿了。文武群臣着急也没用啊。那么说，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，我跟皇上念叨念叨吗？列位，真有。有一位简易大夫，这人姓刘，叫刘陶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长此以往，国家一定会完呢，黎民百姓遭此涂炭呢。
我为了社稷，死也要死在皇上面前。想见皇上很难，金殿上他也不是到点就上班啊，你得对机会啊。哎，这一天让他逮着一合适的空了，说这天下午皇上那儿跟这几位常侍啊、宦官们啊喝茶聊天呢，也不怎么着，这么一节骨眼儿，刘大人就冲进来了。这一进来，哎呀，呵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正当中坐着汉灵帝，汉灵帝这桌子上摆着扇子、手绢、醒木。不是，瓜果梨桃、点心茶水，啊，那些人在旁边，还有这些个美女们弹唱歌舞。刘大人进来一瞧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天下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。陛下，你尚在此下午茶否？这后半句是我添的啊，我这么说是让你们能够听得明白。啊，说陛下您还有心思喝茶呢？啊？皇上把杯撂下了，干嘛呀？照我这个形容，皇上得是个老北京啊。反正是不满呗啊！刘爱卿怒气冲冲闯进内庭，意欲何为呀？就是你怎么那么大的火呢？你闯进来要干嘛呀？哎呀，陛下，我主啊，天下刀兵四起，告急文书，雪片纷来呀！难道说我主您就不知道吗？啊，四海承平啊！皇上认为天下人跟他日子差不多，家家下午茶呢，啊，聊天啊，喝酒，撸串，看电影，听相声，听书，大下茬啊，家家都很快乐吗？啊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呢？嗯，陛下拿手一指这十常侍，陛下望我主亲贤臣，远奸佞，这就摆明了骂街了。您呐，倒霉他们身上了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十常侍啊，就解这帽子，啊，把这帽子解了啊，都搁在那儿了啊，摆一地啊，这几个人撩衣裳都跪那儿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戏精、本精、附体，都是影帝级别的。陛下，陛下冤枉啊！臣等为主江山，忠心一片，万岁杀了我们吧，以堵他人的口舌呀！会说话呀？啊，哼，咣咣的磕头啊，眼泪哗哗的，给皇上感动坏了，啊！真生气，拿手一指刘陶，汝家亦有近士之人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家也有亲近的，简单说，你也有朋友啊。汝家亦有近士之人，那意思你凭什么拦着我？对不对？凭什么不许姑烫头喝酒卷发抽烟呼？说原文累啊，也没有意义啊。您各位非想看看当年《三国志》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原文怎么说的，您买一本啊。不行的话，上网搜一下，在线阅读，不花钱啊。我把它掰吃碎了，是让您各位能明白。皇上这大白话就是：你凭什么呀？谁没哥几个不错的呀？对不对？我们老哥几个玩的多好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对吧？我们一块儿这抽烟喝酒，我们下午茶很开心呐，没有像你想的这个样子呀啊！哎，就这三方势力，皇上坐在这儿啊，这10个影帝在这儿跪着哭，这大忠臣跟这儿拧着眉瞪着眼，那个最终结果那不用想，皇上这儿一努嘴儿，这儿大太监跪着，旁边好多小太监，那都是人家的人呐啊！这儿一努嘴儿啊。连殿前武士全上来了，
就把这刘陶弄下去了。往下一走，自个儿就知道完了，我命休矣。为什么呢？这股恶势力太大。但是怕吗？不怕。老话说得好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岂为忠。我今天来就是奔着死来的。我死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知道，有人要为这个国家流点血。往下一走是仰天长啸啊，说刘某人一死，何足为惜？怕只怕严汉界400载，到此终结。就是我死就死了吧，可惜了大汉江山，你们马上就要欧窝。是英语吗？哦，你看，他让我蒙对了一句啊。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啊。殿前武士有打，上面把人往下一拽。上来的时候您是简易大夫，别管你是2品的1品的，你是国家的官员，往下一拽你就猪狗不如了，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，连踢带打。往下这儿一来，文武群臣都瞧着了。有人讲情吗？有。旁边又出了一个官员，这官啊叫陈丹。哎呀，你们刀下留人啊！我要去见万岁，我要见万岁，我要保下来他啊！有用吗？各位，能有用吗？对皇上来说，1样也赶，2样也放。你来10个8个，那就一块儿了，对吧？所以上去之后3言2语没用啊，一块儿压下来，把2个人打在了南牢。书中代言，这2个人到了监狱之后，刘的人当天晚上气绝身亡。有一种说法说是活活把自己气死的，大骂了一顿奸臣石常氏，骂完之后，当时自个儿闭过气去就死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是被石常氏派的人杀了。陈大人是被他们杀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反正不管是怎样吧，2位忠臣都惨死在了狱中。哎呀，天下乱的就不能再乱了。有人说就总这么乱下去吗？不可能，不成世界没有王法了，对吧？好事不能总好，好着就得有点问题；坏事不能总坏，坏着就好了，这叫否极泰来嘛。天下事都是如此。那么接下来大汉王朝出了一件喜事儿，就是皇上死了。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喜事儿啊，这样的皇上他不死还等什么呀？死了。历史上没有记载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没说啊。但是咱分析他的这种生活作息习惯也好不了啊。您想去吧，天天这样，一天到晚又憋着要害人，所以他不会好的啊。死呢，有说33岁的，《后汉书》上说他是34岁，这就跟我前文书所讲的一样了。登基的时候11啊，还是12啊？反正这里边这几个大爷有记错的啊，不重要了。反正这样的皇上要早死一天就好一天。死之前有一件大事情没做，什么呢？就这江山托付给谁呀？这个对历代王朝来说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情啊。他活的时候他也没有立下遗嘱，也没有说立太子，儿子他倒是有啊，而且此时呢有俩儿子。那他之前有一个皇后啊，后来种种原因让他打入冷宫，那个死了。之后呢，他娶了一个何贵妃。何贵妃很漂亮啊，大脸盘子，长得跟囊似的。我也不知道何贵妃长什么样，好看呗啊，又会捯饬，描眉画鬓，戴脑袋花，
搁俩枣就是切糕啊，很好看。出身一般，出身家里边是杀猪的，杀猪的。那说杀猪的闺女怎么跟皇上结婚了呢？皇上天下征集美女啊，对吧？天下都是皇上的，天下美女也都是皇上的，就他一个人的啊，讲理不讲理啊？哎，挑来挑去，这家有一闺女，但这家出身不好，杀猪的。杀猪的这家老头叫何真。何真说我们家得改换门庭了啊，就指着我闺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拿钱贿赂，一定呢让我闺女进宫。最后这事成功了，进宫之后封为了贵人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叫刘辩啊，辩论的辩叫刘辩。哎呀，皇上高兴坏，汉灵帝高兴，呵，因为之前也有过3、4个孩子，不知什么原因都没保住，把这个大胖小子喜欢，高兴，大脸盘子啊，跟囊似的，随他妈啊，娘俩躺炕上跟俩盾牌似的，啊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哎，我儿子挺好啊，但这个玩意儿天下事难说得很。没多久又看见别的美人了，这个美人姓王，王美人，王美人又给他生一个儿子。哎呦嚯，这儿子也不错啊，这儿子叫刘协，你听这名儿啊，刘协他能走道啊，那光脚啊，一个刘协，一个刘辩，在活的时候他也没说让谁当皇上，天下乱了。儿子呢是何皇后生的，何皇后家里边是杀猪的啊，您记住他这个身份啊，因为这个身份后来惹好些个麻烦。杀猪的何皇后的父亲呢，哎，挺有两下子啊，词儿一个词儿一个，后来觉得这一辈子不能老词儿一个词儿一个呀，是吧？得给我闺女捯饬捯饬，词儿啪的啊，不能再词儿一个词儿一个的，想方设法让闺女进宫了，跟皇上结婚了，身份就变了。那到后来熬了一个皇后，家里呢何皇后呢还有一个哥哥叫何进，这一下厉害了，那国舅嘛啊！但是您记住国舅何进这个人，大汉江山倒霉他身上了。何进无谋，江山受累，这8个字说的就是这位大舅爷。这一支生了一个男孩，这男孩叫刘辩，您记住了啊。皇上很少有忠贞不二的，就跟一个皇后，咱老两口子踏踏实实过一辈子。你慢说皇上说相声也做不到，是吧？哎，这天下又来了啊！张美人、李美人啊，王大漂亮、李大顺都来了啊！这些个好看的妇女们就都来了。皇上得挑啊，这个高那个胖，这个白那个黄，哎，这个好看。这个王美人，王美人早先是赵国人，她的祖父王袍啊，当年也做过大官，家里有这么一个闺女，漂亮之极，要多好看多好看。据历史资料记载说，这个王美人有一个特殊的兴趣，算术。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，一沾算术数学，哎，啊，就冲这一点，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。我打小就不行，我舍弃了做数学家的好几个机会，没成功。你说人家啊，爱这个，这一进宫来，皇上爱的不行的，一见此女大吃一惊，好意思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。皇上改了杜十娘了，啊，好，那就结婚吧，结婚睡觉吧，啊，皇上也干不了别的啊。到最后，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呢叫刘协。列位啊，这是两支啊，哎，刚才咱们说了，何皇后生这个，这叫刘辩。这边呢是王美人生的这个。叫刘协，这个14了，
这个已经9岁了。这活到14这个不算什么，这活9岁这个太难了。100个机会差点没死了。怎么呢？打他妈一怀孕，我这不是骂人啊！从王美人一怀孕就开始说完了。列位，皇宫内院你想怀孕就怀孕呐？那么些个宦官都没怀孕呐，他是怀不了孕呐。尤其啊，就这些个娘娘啊、妃子，这不用我解释，就这么一个院，对吧？就这一个大爷，带着这些妇女一块过日子，他能不打架吗？是不是啊？反正是你好了，我就好不了，所以说你就不能好。道理特别的简单，尤其是何皇后，那个家庭背景那是刺儿一个刺儿一个呀，猪都敢杀啊！没有这么讲道理的啊。说这个不行，王美人就犹豫，说现如今我已经有了孕了，按说这是皇上的孩子，我应该把他生下来。可是要这样的话，容易连他带我都留不住。为什么呢？何皇后心狠手辣，他哥哥现如今大将军何进，手握重兵，啊，又有兵权，这个玩意儿怎么办呢？咬了咬牙，说我呀，我喝点药给他打了吧。打这起就弄点药来，哎，憋着喝完之后把这胎打了，也奇了怪了。这药不灵，喝完之后没动静，不光没动静，还总做梦。王美人就梦见自个儿啊背着太阳，天天在外边晨练，哎，锻炼身体，背大太阳。王美人就想，难道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有什么来历不成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把他生下来了吧，生吧，啊，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生一小子，叫这刘协。这消息一传出来，皇上高兴坏了。他之前有好几个皇子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糟践了，都没活下来。所以之前这刘辩他爱的不行了，但这个玩意儿哪有嫌多的呀？再来10个8个也行啊，都是他的。好，又来一个，高兴啊！他是高兴了，何皇后能高兴吗？哼！哎呀，冤家对头，那没有别的说的啊，弄死他吧！啊，弄死他吧！弄死谁呢？就连大带小全不能要。这小的呢，送到了所谓的冷宫了。啊，过去说宫里边其实也没有说像这个电视剧里边，你看香港的老电影，还宫门口挂块匾“冷宫”，那这编剧们设计的，没有那个，就是一些个没有用的偏殿呐、旧房子呀，就所谓的冷宫，啊，就是冬天也给冷气那个地儿。皇上都不爱你了，就搁那儿搁着呗，活就活，死就死，没人管你了，就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东汉那时候他管这个地方叫报室，啊，也有那个负责的小太监干活的。这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，这人叫朱直。来一孩子搁在这儿啊，他也知道，哎呦，这是王美人生的，汉家一点骨血，他就偷偷摸摸的弄点米粉呢，弄点什么奶汤，就偷着喂这孩子。那边呢说孩子没找着，就把大人毒死了。王美人是被鸩酒毒死的。这消息一传来，皇上很生气啊，这不能娘俩都完了呀，对不对？这到底是谁把他母子2人都害死吗？寡人得给他俩人报仇。难道说孤王还不如杨三姐吗？这没有，这我编的，这是啊，就说这个意思。杨三姐嘛，还得给姐姐啊小外甥女报仇吗？查呗，那还不简单吗？一问就知道啊。哦，何皇后干的。汉灵帝勃然大怒，那真生气了。皇上一生气，那还了得啊！君王发威呀，血流成河。他不是说俩说相声，俩人动手打起来了啊，最后得了买10块钱烤串，这事儿就了了。皇上生气还了得，那得人命关天呢。
何皇后真害怕了，怎么办呢？得找人帮我，找谁？找哪一位能帮我？要我说他聪明呢，他找的十常侍，因为知道势力最大，这10个大太监啊，跟这10个人一说，这10个人呢权衡利弊，想来想去，我们得管，我们得帮他。第一啊，他现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后宫里边没有超过他的。第二，他哥哥何进手握兵权，我们团结一块儿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10个太监那个骗皇上还不容易吗？是吧？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哎，连吓唬带哄，最后把这事儿呢算是给摁下来了。皇上说那就拉倒了吧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但是从这天开始，何皇后就知道了，我要跟十常侍绑在一起，他们在关键时刻是能救我的。您记住了啊，现在他们是一条战线的了。那边冷宫里还一孩子呢，慢慢的也就长大了。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也传出来了，传出来之后呢，来人把孩子接走了。谁接走了呢？董太后。太后说：“能来，我看着，这是奶奶看孙子。”所以说，这个孩子是老太后看大的。老太后为什么呢？有人说这个什么骨血如何，那都次要，啊，因为老太后跟皇后之间，他们是有竞争的。我手里也攥着一个孩子，也是皇上的儿子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您明白了吧？这是皇宫内院的婆媳斗争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汉灵帝的面前，这个问题就是：如果你妈你媳妇掉河里，你救谁？